Hello， 线上的家人朋友们，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梦幻厨房在我家也开启付费订阅咯，现在只需要1个月75元台币，7早罗扣就可以加入梦幻厨房在我家的专属 VIP 的会员。那专属的 VIP 会员呢，可以享有每个月的专属独家的食谱影片，然后还有不定期的翻车镜头啦、幕后花絮啦，甚至是小撇步的重点提醒的影片分享。那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我们的 VIP 的订阅会员。那怎么订阅呢？就是点进去我头像有加入那2个字就直接点加入，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相关订阅的资讯。那欢迎大家加入哦。好，那工商服务完毕，就开始进入今天的食谱分享咯。Hello， 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 今天又要来分享好吃的台式小吃草仔粿。哎呦，不要介意我一下台语又国语啦，人家就是道地的蚵仔韩籍啊，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外省人，所以没办法。查了一下草仔粿的说法很多，像是在大陆就叫青团，在香港呢听说称为鸡屎藤茶果。鸡屎藤茶果是什么鬼？好啦，管它鸡屎鸭屎，反正就是很好吃的草仔粿。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有需要的朋友请多加利用。先来做内馅的部分哦，内馅的部分会用到菜脯米，菜脯米就是干燥的萝卜丝，有分享过怎么自己做，大家要自己做或是买市售的菜脯米都可以哦，就先泡水30分钟，尤其市售的比较咸，一定要泡一下。如果特别咸的话，甚至还要拉长浸泡的时间哦。那我这个是自己烘干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咸味，所以泡一下泡软就可以。然后等一下要炒料，所以要彻底的挤干水分。想自己做的可以找一下我自制萝卜干的影片。挤干水分之后呢，我们稍微切断一下，因为太长了，切一下呢比较好入口。切断后就放一旁备用。另外是泡软的干香菇，切丝。另外是泡水的干虾米，挤去水分之后剁一下。猪绞肉的部分建议用肥瘦参半的梅花绞肉，或者是五花绞肉都可以。绞肉很好买哦，或是自己剁碎一下也可以。就把它们煸炒到微微的金黄上色，香气四溢。就稍微把油脂给煸出来之后呢，我们加入虾米、干香菇，一样把它们煸炒一下，炒香。这时候火力不要太小哦，大概中大火。接着酱料也出锅炒香一下，出锅产生梅纳反应，整个香气才好。糖也是下锅炒一下。然后再加入油葱酥、白胡椒粉。油葱酥可以自己炸，或是买市售现成品质比较好的油葱酥。我自己很喜欢鹅油葱酥哦，大家可以网上找一下，效果很好。反正炒这个料你就是边炒炒到觉得颜色比较深一点，然后感觉整个厨房弥漫着香气，这时候就可以放入菜脯米，整个炒拌均匀。如果你买到的菜脯米不幸真的咸度比较高的话呢，补救的方法就是加入多一点点的糖去中和它的咸度，不然就是要多换几次水，延长浸泡的时间。然后可以加入些许的料酒，翻炒一下。然后本人真的很爱白胡椒哦，我觉得白胡椒粉非常非常搭台式小吃的内馅，所以呢一定要加入些许的白胡椒粉。然后淋上些许的冷压芝麻油，真的好香。如果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的，你就多加一点吧，真的很好吃。然后这时候拜托一定要尝一下味道哦，我的调味嘛，不见得你喜欢。如果想要多甜一点或是多咸一点，你就自己调整咯。拌炒均匀之后呢，就可以关火，然后放一旁放凉备用。放凉内馅的同时，准备来做外皮了。草仔粿的外皮呢，主要会加入艾草泥哦，但是可能很多国外的朋友买不到新鲜的艾草，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干燥的艾草粉。像我买到的这个艾草粉哦，品质很不错，艾草的粉末非常非常的细哦，有点像细绒状，就是毛茸茸的感觉，非常细致。然后加入的量少一点的话呢，就是颜色比较淡，大家可以自己微调哦。
那我这个是在网络上面买的，就这样一包一包的，买来之后呢，最好冷藏，比较可以保鲜。调理盆当中呢，加入所有的粉类材料，这皮是有点甜甜的，所以会加糖哦，连带糖一起加入，把所有的粉类搅拌搅拌。接下来要冲入超过85度 C 以上的热水，滚水更好。这个滚水可以边搅拌边冲入，或是一次全冲入也没关系。传统的做法会煮熟一块板娘或板妈，然后进去揉，但我觉得冲入热水熟化部分面团的方式会更快更方便，所以我更喜欢用这种方式来做。把整锅呢搅拌成碎面片状，就尽量拌到没有干粉残留，这时候是碎面块状。我们加入材料分量中的油脂，加入的食用油脂呢，只要是你能接受它的气味都可以，甚至想加入猪油也是可以。就把整个碎面片呢揉成面团。这过程如果想用搅拌机或是调理机、面包机，通通都可以。没有机器没关系，就用手揉的方式。如果在揉的过程中呢，发现面团好像还是有点微微的干燥的话，没关系，可以在里面加入1到2大匙的冷水来调整面团的柔软度。这个揉捏的过程真的很舒压但如果真的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就是把机器给请出来，机器揉真的快很多。揉一下就成团了，大概就会呈现面团光滑、盆光手光。盆底的部分如果有一些残余的粉呢，其实用一个硬式的刮刀，就是半圆形的刮板刮一下，很方便。揉完的面团呢，就像这样子。我们先来分割面团，我的这个面团呢，大概可以分割成8个面剂子，每一个面剂子大概是80克。大家想做小一点也可以就看自己喜欢的大小。然后馅包入的量呢，说实话也是没有那么一定，有的人就是可以包很多的馅料，或是有些人手残呢，就是只有包入1咪咪，所以我真的不敢跟你说要包入多少量的馅料。那我给的配方比例呢，大概就是我自己可以把这个馅料包完。我们取一个面团，稍微的揉圆，没有很圆没关系，因为等等还会塑形。面剂子戳个洞然后把它延伸成一个碗状。做过很多次这类的小吃大家应该很不陌生。每次都讲就是做黏土的概念，做出一个碗的深度但也不要过薄记得其他份没有在操作的面团一定要盖上保鲜膜否则这个面团很容易干燥我们在这个面皮碗当中呢，放入馅料。我喜欢料多所以塞得满满的。这个糙阿粿算是很好包因为馅料很干燥，然后皮也够柔软，所以很快就可以收口。想吃甜的朋友也可以就包入之前分享过的豆沙馅，大家可以在频道里面找一下我有很多种豆沙馅的做法，不管是古早味的豆沙或是带颗粒的蜜红豆馅都可以大概塑形一下成为圆形就可以。也许表面呢会有一些裂纹但也没关系，就把裂纹藏在底部今天刚好没有粽叶，就直接用烘焙纸垫底，有粽叶或月桃叶的可以用一下，香气更好。糙阿粿的表面呢，可以喷或涂上些许的油脂，防止过度干燥裂开。看着一颗一颗像小光头的糙阿粿，有没有觉得超级可爱？做好的糙阿粿就可以直接排入锅中，准备下锅蒸。不管是用哪一种蒸的工具都可以像直火水蒸、蒸炉、水波炉、传统电锅，通通都可以。从蒸汽产生之后开始计时，蒸足17分钟。特别提醒火力不要过大中火就可以。像我这个就是火力稍微过大，然后摊心，皮过薄，馅过多，火力大充气之后再消掉，就会造成旁边这样坍塌的状态。不过说实话，不影响美味程度，一样非常好吃。介意的朋友就注意这个小撇步的提醒：1. 火力不要过大； 2. 皮不要过薄。注意这几点，保证可以做出好吃又好看的糙阿粿。超好吃的糙阿粿，等你交作业咯。Looking back at me,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Guess we weren't meant to be. I know we had problems, I thought we could fix them, but we got tired
There's nothing left to do but to say goodbye and try to move on. I'll get over you, only wish that I knew how to go on. Baby, you and me, we're so messed up together. Even if we tried, we'd be stuck here forever. I don't understand right now how to make it through, but I'll get over you, and it's not like I'm gonna hate you. It's what it is, nothing left that we could do. Even though it hurts right now, we will make it through.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更多的生活分享好物推荐，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见，拜拜。Nothing could break us, but oh how we got burned. Look at us now, we scream, we fight, and no one knows the reason. We're both getting out of line.